哇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会唱歌的喷泉吗？他已经在唱歌了哎！我今天又要移动了，我今天要换一个国家了。今天呢要往南，这个国家叫斯洛伐克。然后呢，我要去的这个城市叫科西策。搭了3个多小时的车，我已经到达了科西策。这个是科西策的车站。然后今天呢，天公不作美，有点阴阴毛毛雨。不过我刚刚看了天气云图，整个欧洲现在被笼罩在云里面，所以就是到哪里都是阴阴的。好啦，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斯洛伐克。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国家，就是完全没有听过。然后我连他们是用什么语言啊，讲什么话我都没有去查。而且他们这边到底是用什么币值，我也都不知道哎。所以想说算了，反正就来1天而已，应该都可以刷卡吧。好啦，反正就是且走且看啦，就是未知的旅行。我到了我的今晚的落脚的旅馆，它不是旅馆，它是一个，它这个叫做 apartment， 这是类似 Airbnb， 只是他们有比较多的房间，对，就是可能只有3、4间啦。我其实是提早 check in， 因为他们是写2点，可是我就12点就到了。讲，这就是我今晚落脚的房间。还不错吧？好像也不贵，我记得这40欧是多少？40、400、42，大概1、2千块啦，还可以吧？竟然还有个小厨房哎！你们看看，我可以加热东西，虽然说我应该是不会用到。然后有个洗手台，有冰箱吗？有个小冰箱，小小的冰箱。然后呢，热水壶。我说我要煮茶，煮好几次都忘记。哇，它的 shower 是分开的诶，它的 shower 是跟厕所分开的，还不错，很干净。OK， 那这个一定就是厕所咯，大便的地方。哦，还可以呢哈，很干净，重点是很新诶，不错吧？我很会挑哦。感觉还蛮好的。好喽，整装好了，出发！基本上科西策这个城市呢，它并没有很大，就是都是徒步就可以到的。所以我特别租了这个地方，就是接近车站，然后也接近市区，就是刚好就在中间。这样子呢，有便于我明天早上一大早移动，然后我就可以快速的到车站，然后不用太早起床。我突然间觉得整个欧洲就像一个国家了，因为已经有点分不出来，反正都很欧洲啊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就是那种人行步道街了。好，我决定要走这个，感觉比较漂亮。这边好像蛮漂亮的哎，先走进去看一下。它是什么？怎么那么多人？哇塞，一堆雨伞哎，是怎样？这应该是个旅馆吧？好像不是哎，就是一条打卡的地方吧？那这样子，我是不是应该来个自拍照呢？这边有复古的 barber shop， 感觉是一个艺廊或者是艺术小街道之类的文艺的街道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来科西策的精华，就是大家就会在这个公园周遭，所以这个城市很容易逛。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比较冷酷跟波兰的不太一样。
这个披萨店感觉蛮厉害的哦。好，就是它了。讲讲，来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！Oh my god！ 哇哦！我跟你讲，现烤的披萨不管怎样都会很好吃。看它这个面皮，就跟那个面包一模一样，超好吃的。有没有惊艳感？面包体有，就是它这个一粒一粒这粉粉这个，很厉害。天气还是阴阴的，很可惜，本来很期待这一个小镇呢，天气晴朗，然后很漂亮的蓝天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就是白色也有白色的好看嘛。大家看到的这些建筑啊，我刚刚看了一些就是资讯，我才知道说，哇塞，原来这边除了哥德式，就是它有各种建筑风格的融合，可以称为就是露天的建筑博物馆。这个好像有点耳熟，好像我在德国也有一个城市，圣海德堡也有这个美誉。反正呢，基本上我觉得欧洲就是有很多文化的融合，所以他们在只要有点就是文化底蕴的城市呢，就会有这种露天博物馆，很漂亮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哥德式的教堂，然后你看上面还孔金欸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看到孔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一个来历一定是不小的，因为呢，它就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城市以前辉煌的样子。它的确曾经也是辉煌的一个城市，因为呢，斯洛伐克原本是属于匈牙利的，哇！我现在才知道，就是匈牙利帝国就是瓦解的时候，他们就跟捷克那边独立起来，然后之后又独立成为斯洛伐克一个独立的国家。然后呢，这个教堂啊，当初就是匈牙利的皇室有在这边加冕皇冠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这个城市算是一个早期很重要的一个都市。然后再加上啊，这个城市呢是欧洲第一个有城市徽章的城市，所以呢，他们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对，大致上讲完了，我没有很厉害，我把这些记下来。好啦，反正基本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学到的资讯，然后呢，现在就可以来好好的逛一下这座城市啦。有些画面真的只有一次机会，还好 Insta360X5 帮我全部记住，不然回家真的会后悔哦。你们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啊？哦，前面那个吗？就是会唱歌的喷泉吗？他已经在唱歌了哎！我以为只有晚上会唱歌，赶快来去看一下。哇，我已经听到声音了。不要跟我说我走过去就没了，好像没有声音了，真的没有了。不过是这里发出来的声音吧？喇叭在这里，好啦，是时候拍照啦。这个闹区走了一圈，我的感想是，这个城市就是非常的宁静跟庄严，就是它不像一般的那种观光的都市啊，商业气息那么重，然后很漂亮，就是小而精美，但是就是很小，你可能一天来个半天应该也差不多，除非你想要去逛那个博物馆跟教堂里面去逛那些历史文物什么的，要不然的话，
都市大概半天一日游，差不多，很舒适的一个城市。毕竟人家也是第2大城。这栋房子跟旁边的是不是不太一样嘞？对，我现在站在的这个房子前面呢，它其实是一栋很有故事的房子。这个房子呢叫做乞丐的房子。为什么叫乞丐的房子嘞？就是传说中以前曾经在这个路上有个乞丐，然后他就一直幻想他哪一天能够就是乞讨到足够的钱呢，然后买一个房子，然后所有人都觉得他异想天开，就真的有一天他就存够了钱，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为了要感谢这些曾经捐赠给他的人，他就在这个房子的上面放了一个乞丐的雕像，也因此而富有了一个可爱的故事。那不晓得这个故事是真假啦，但是就是说，他们当地人是把它拿来当做一个励志的故事，告诉大家，只要你有梦想呢，就有可能会成真。这样，这一根柱子呢，是非常显眼的一个立柱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，想说这个柱子到底是什么典故，我就去搜寻了一下，惊为天人呐。OK， 为什么惊为天人呢？其实它就只是一个纪念瘟疫结束的一个柱子啊，但是我会觉得很惊人，是因为呢，这根柱子下面藏了，你知道 Valentine 嘛？就是 Saint Valentine 这个人，就是不是创造，就是情人节这个主人公呢，他的一个圣物圣镯子藏在这根柱子下面，所以这根柱子就感觉很浪漫，就是它既是就是结束那个瘟疫的一个纪念，然后又是一个 Valentine 的纪念，超酷的啦！我本来想说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柱子，大家来看看，然后上面站的是圣母玛利亚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好特别哦，它就是在整个广场的中间，然后呢，它开了一条路，你看一整个过去，像一个溪流一样。感谢 ANA 的环球票，让我能够有这一趟环球旅。喜欢这一集的影片吗？记得订阅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哦。